位屏幕前的烛光者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到远光84前瞻发布会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二木。相信大家呢已经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们的游戏有所了解，不管是官号线上发布的视频，还是线下我们做的一些活动，我们的最终测试呢将会在7月份开启。今天我们不断会正式官宣这次测试的时间，那同时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远光84项目组的同学，和大家分享这一次测试里大家能体验到什么样的全新产品内容。那话不多说，就有请我们今天参与发布会的项目组同学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乔。大家好，我是策划泡椒。好的，欢迎两位。今天晚上我们的发布会真是干货满满。在此之前呢，首先要和我们烛光者们分享一下关键信息。首先呢，先说一说大家最关底是什么时间呢？让我们有请小乔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吧。好的，我非常荣幸的在这里向大家宣布，经过多轮的打磨，远光84不限号双端中测将于7月18日正式开启。7月18日，我们在明日城等你来战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那刚才呢，我们看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啊，我们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新内容，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好奇，也很想了解关于第一人称新巴迪，以及我们特别关注的有没有新英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到干货环节，由策划同学来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在718中测里面我们能体验到什么样的全新玩法呢？好的，非常感谢主持人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的内容非常多，大家一定记得不要换台。相信大家在最近的很多视频里也都看到上了屏幕上这3句宣传语，这也是我们项目组对产品的总结。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依次介绍我们是怎么在718中测里做到真沉浸、真猛攻和真良心。那说到沉浸呢，大家肯定会先想到第一人称。我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718中测里我们第一人称的最新效果。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都是我们为第一人称全方位定制开发的成果。截至目前，我们对所有枪械模型、全英雄手模以及所有动作都进行了第一视角的翻新，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重重打磨。而且相信大家了，有一些操作是可以和瞄准、射击同时进行的。我们接下来也会为大家详细展示这一部分的内容。当然，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公平性的问题，这一点也请大家放心，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为2个独立的模式，分开匹配，绝对不存在视角不一致导致的公平性问题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喜欢的视角下公平竞技。我们第一人称的品质其实还是非常高的，从枪体的一些小的摆动啊、换弹、各种动作叠加，特别是动作叠加上，我们都下了很多的功夫。对，这确实是我们花了很多精力的地方。我们想做的就是流畅不卡手、爽快的真猛攻体验。在远光84中，我们通过阻尼弹簧系统，让枪械动画的过渡表现更加流畅。除此之外，换弹、射击等操作是可以完美融合疾跑、跳跃、滑铲等移动行为的。
你可以一边滑铲一边换弹，然后无缝衔接瞄准，最后进行开火。另外，在换弹系统上，我们也做了升级。例如，当换弹被打断时，你不需要从头开始，而是从一个合理的节点来继承换弹进度，最后完成换弹动作。换弹的继承对于快节奏、主打爽感的远光巴斯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例如霰弹枪，如果能够补一发打一发，在压力环境之下响应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。是的，针对这种单发装填的武器，我们是支持装一发打一发的，真正做到了灵活应战，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战术选择。除了射击武器本身，我们远光84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，就是英雄技能。我们的射击理念是，技能可以为射击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机会，所以技能与射击如何浑然一体，是我们第一人称中非常重要的特性。对，小乔说的没错，技能和射击一体的真英雄体验也是我们的核心目标。为此，我们制作了左右手分离系统，让技能与射击的结合更加丝滑流畅。比如，你可以左手释放技能来限制敌人，同时右手持续开火来压制敌人，或者左手扔出一个探测技能，右手立刻来跟进射击。听起来，这不只是允许动作叠加在一起，对实际战斗也会产生很大的战术影响哦。对啊，我们相信这样的战术思维和射击技巧就可以做到完美结合。英雄的技能可以为你的射击创造更好的战术机会和博弈空间。其实射击反过来也可以为技能发挥出更大效果做贡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技能和射击的搭配，让每一场战斗都充满了策略性和操作性，真正的让英雄射击的体验做到极致。好的，听了这么多啊，感觉和上一次的测试真的有很大的变化，尤其是这个左右手的内容，好期待，好想能尽快玩到。这些变化呢，除了项目组同学的努力，真沉浸的射击体验离不开合作伙伴们的支持。接下来再次有请小乔和我们分享一下，有哪些高品质的伙伴们在支持我们呢？是的，首先丝滑的体验离不开我们的合作伙伴英伟达。远光84 718中测将支持 DLSS 4多帧生成技术，玩家将获得更高帧率的游戏体验。光纤追踪技术光追也将在不久之后上线哦，敬请期待。移动端方面呢，体验我们也同样的关注，非常感谢合作伙伴高通骁龙。高通骁龙将为远光84提供技术支持，助力手机端运行流畅度的提升，轻松实现双端切换，畅玩无阻。另外，我们对于端游的手柄体验也做了升级，瞄准手感和按键模式上都将有所提升，欢迎大家来测试体验端游手柄的感受哦。好的，那说到手柄呢，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Xbox 无线控制器带来的跨平台全新体验。同时，远光84携手雷蛇，让你身临其境，在战场抢占先机。也感谢 ROG 枪神9超竞系列笔记本，在每一个竞技时刻决胜毫秒。好的，那刚刚我们说完了真沉浸的射击体验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，就是真猛攻放肆战斗。今天呢，我们也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 Tony， 让他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在718中测当中，主广者们能够体验到进行猛攻、爽快跑酷的大地图吧。有请 Tony。大家好，我是托尼。想要体验真正的猛攻战斗呢，首先得有一个合适的战场环境。在718中测，我们远光84为大家准备了2张地图，一张是都市地图明日城，一张是野外地图撕裂地。这2张图各有特色，会随着时间轮换。其中，明日城是一个超巨型的立体战场，它的核心玩法是让玩家能把跑酷射击发挥到极致，使用滑索、爬墙，在摩天大楼上穿梭跳跃，实现真正的飞檐走壁。现在视频里展现的就是明日城的中心区域，是整张地图的核心。这个大区域囊括了市政厅、明日中心、潮库街区等各种近未来建筑物。这些高楼大厦呢，也不是只能在外面看看，我们还能进门逛逛。进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书店、街机厅等不同氛围和战术的内部空间。
能察觉到这个核心中心区域转点又方便，资源也很肥，对于整个地图的平衡性设计来说，还是有一点点挑战的。是的，地图的平衡性啊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们对于这块的博弈策略呢，我们有一个设计原则，就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。同一个区域不能同时拥有丰富的资源、高效的搜刮、便捷的转点这3个特点。比如刚才提到的明日城中心区域，体量很大，而且位于地图中央，天生就具备资源和转移上的优势。所以在这块区域，我们设计了更复杂的建筑物，增加了立体空间所营造的垂直纵深。那么玩家在这个据点的搜刮效率就不会过高了。除了资源之外，战斗的布局也非常重要。我们特地做了区域的离散式布局。是的，明日城里面呢，各个区域相对独立，可以支持多场局部战斗同步发生，而且互不干扰，避免过多的出现渔翁得利的情况。再加上整个地图的平衡设计呢，优势积累不会过快，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避免了据点成为绞肉机的情况。另外呢，我们其他的区域其实也有不同的场景刻画和战术定位，比如在巨型工厂埋藏着未完工的巨型机器人，在远航号残骸呢，又因为这里有以太物质的泄漏导致寸草不生，还有另一侧的加速亭是生态学家的研究场所，这些环境都经过精心设计，不管是据点内还是据点间的转移，都埋藏着很多惊喜，欢迎大家来到游戏中慢慢发掘吧。好的，感谢2位的分享啊！现在的话呢，真的是能感受到2张地图非常的有趣，但是我们的朋友们依然好奇的是，地图后面的更新会有什么规划？会不会有一些像新的地图的出现呢？有的兄弟，有的。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我们向大家宣布，远光84和四川文旅联动的主题地图即将上线。远光84将在游戏中还原九寨沟等四川风貌场景，让大家体验锦绣天府，安逸四川。让大家在耍远光84的同时呢，可以体验正宗的川味文化，真的巴适。巴适的除了地图之外，还有巴适的英雄。远光84中测时会上线10个英雄，都是全部免费获取的。目前全英雄都已支持第一人称，我们的英雄有4种不同的定位，每个定位都是真英雄。游击位英雄的灵活走位让人摸不着一脚，进攻位英雄化身秃脸狂魔，贴脸输出，直接融化对手。侦察位英雄呢，方位尽在掌握。最后就是支援位，一手控场，一手辅助，可以说绝对是团队的核心了。我们相信，在远光84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本命真英雄。我们内部跑测的时候啊，各个英雄都玩过了。那小乔，你最喜欢的英雄是哪一个呢？我最喜欢的自然是大家还没玩过的那下一个英雄了。接下来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远光84的第11个新英雄诺拉。诺拉是一名自信、聪明、略带傲气的天才黑客。身为游击位英雄，诺拉靠技术和智慧游走战场，灵活走位，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他的技能特色其实也是非常的有特色，我们来看一下。Q 技能向前方释放骇客程序，伤害并附加入侵状态。E 技能呢可以迁移坐标，扔出魔方触发转移。最后终极技能召唤数码立场，可以沉默敌人。诺拉的传送魔方是他的重要机制，可以选择中途转移或者等待魔方落地之后自动传送。他的 Z 技能的沉默效果升级之后，甚至可以对付召唤物，提供了不少的战术空间。诺拉的特性非常独特啊，和同样拥有瞬移技能的幻影又不太一样。这个魔方的传送机制呢，可以让他轻松跳到地图上出其不意的点位。当然，这也是比较值操作的了。是的，他的这个魔方技能呢，在升级之后还会更强。落地之后，短时间内再次激活技能，就可以回溯到之前的位置，
对于更长线的战术规划有一定的要求。诺拉是我们今天提前剧透的英雄，他将会是远光84公测版本上线的新英雄，包括诺拉在内的全英雄在公测时都可以通过活动等途径免费获得。我们在这里提前爆料的内容啊，还不止诺拉，还有一个重磅的联动新英雄即将与大家见面。我们莉莉丝游戏大家族的超火爆大世界 RPG 游戏，去年获得苹果年度游戏的《剑与远征》启程，即将与远光84开启联动。来自伊索米亚的超高人气角色将在远光84登场，大家猜猜他是谁呢？期待他和我们一起创造超爽英雄射击新体验。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了。你们好坏，你们只说但是缠人，但打不到。那我们的英雄呢，不能少了我们的战场伙伴，就是可爱的巴迪。他们可是能对战场造成重大局势变化的，而且每一局也需要玩家在地图内发现并捕捉。接下来呢，也是请我们的 Tony 继续为大家分享718中测战场上巴迪会有什么全新的变化呢？这块的变化可多了啊！不仅会有新的body的 CD 也会有大的调整，整体战术将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。718中测期间，游戏将上线3个全新body，它们分别是筋斗云、喷喷油和雷电法王。下面我将向大家逐一介绍它们。首先是筋斗云，专为小队转移打造的战术body，可以全队一起达成。释放后，使用者会先乘上筋斗云，并变身大师兄，在原地蓄力准备起飞。此时队友搭乘后，会化身成二师兄和三师弟。筋斗云爬升之后会进入滑翔形态，滑翔时可自由控制方向，还能在空中进行一次加速冲刺。筋斗云拥有独立的血量，但受击时伤害还是会按照比例穿透到3位师兄弟身上，所以不要过度自信贴脸哦。然后是喷喷油，释放烟墙的掩护类body。上次测试时就有很多玩家们反馈啊，想要一个不同形态或者更大的蹦蹦烟，那么就轮到我们的喷喷油出场了。释放后呢，喷喷油会向前喷出墨汁，形成横向延展的烟墙，烟墙的覆盖范围较大，可以封锁敌方的视野，提供安全的战场掩护。喷喷油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用于撤退、救援、转移、主动进攻都可以。尤其是在一些开阔地形中，喷喷油能让你从毫无遮挡变身无影无踪，简单好用，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的一道墙。最后呢，就是雷电法王全新登场的帝王级body。释放之后，雷电法王会先在原地跑步蓄电，之后飞上高空形成雷云，对于雷云笼罩的区域持续召唤天雷轰击。天雷将持续多波次降临，每个波次呢会随定锁定区域内的玩家劈下，造成高额伤害，逼迫所有人动起来。在混战中，它能有效打乱对方的移动节奏，让敌人陷入走位还是吃雷的两难境地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一记天雷收割。如果遇到了决赛圈互相架枪，自己又处于劣势位置的情景，也可以靠雷电法王掀翻牌桌，重新洗牌，大家混战中比拼硬实力。雷电法王就是为搅乱战局、打乱敌方节奏而生的神器。那么这几个新body里面，小乔你觉得哪个最感兴趣呢？我嘛，自然是每个body都那么喜爱了。不过呢，对于喷喷油可以带来的新战术，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。这么大的一道就是屏障，在关键时刻，特别是已经是缩圈缩到比较小的一个决赛圈的时刻，能够立刻起到的作用，还是挺蛮客观的。就是好，那除了这些新body之外，我们还大大的调整了body的 CD， 这是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之前 CBT 呢，它每一次body释放之后会有6秒的 CD， 这次我们对body的 CD 进行了全新的调整，取消之前的6秒 CD。现在呢，你可以连续释放多个body，更帅的打出前所未有的战术，搭配高超的射击技巧和队友的支援，短时间内逆转战局。有了这样的 CD 调整，body的战术可以说是千变万化了。未来呢，还会有很多联动body在路上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向大家宣布，我们和四川文旅的联动，除了地图之外，还会有一个全新的body。哇，这个body长啥子样子呢？好难猜哦。
四川巴迪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大家猜一猜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跟远光的明星玩家一起制作了联动的巴迪。这次的新巴迪筋斗云，其实就是结合了明星玩家中国 boy 的建议。我们也在这里确定和 Paro 叉滴滴选手的合作，它的定制巴迪也将在不久的未来与大家见面。好的，那真的非常的期待了。不管是我们四川文旅联动的 Body， 还是像刚刚大家说到的筋斗云，我觉得真的好可爱。筋斗云在测试之后，我一定会去试试的。那么真猛攻放肆战斗的部分，我们也分享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呢，就到了大家最关心的真良心国产运营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包含了2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内容：反外挂和福利。首先，也是让我们有请 Tony 来给大家讲一讲游戏反外挂的态度和力度吧。在游戏中呢，任何外挂、坐挂车、消极游戏的行为都将面临严厉的处罚。我们已经建立了全生命周期的防护体系，采用预防、拦截、打击、追溯4维联动体制，配合 AI 实时监控的技术。当检测到作弊者时，游戏内红屏，并且实时踢出。我们具体的举措主要是异常环境监测，对 root 后机器或虚拟环境进行识别，禁止异常设备进入到游戏对局中。其次是可疑行为监测，实时监测自瞄、透视、红等外挂行为，同时建立实时处罚机制。局内检测到异常行为，立刻对作弊者红屏踢出，外加全局通报。另外，大家关心的 DMA 外挂，我们的系统能够检测游戏运行过程中的设备信息，对伪装、隐藏等 DMA 外挂设备进行处罚。举报方面，我们提供了游戏内外多个举报入口，淘汰报告和局后对局回顾等都能举报，可以详细查看对局信息见挂。官方 Q 群、客服、官网等游戏外也会提供举报入口。最后呢，我们上线就会有分数补偿机制，对被外挂击败的玩家提供当局的排位分和英雄分的补偿。那能看得出来，我们的态度就是外挂零容忍，局内查明当场封号。聊完严肃的话题呢，接下来就到了福利时间啦。小乔来给大家带来我们惊喜的空投时刻吧。福利其实也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啊。首先，我来讲一讲7月18日的中测福利。中测版本通行证侠影机魂高级赛程将直接免费赠送给到各位，其中包括了拥有3个阶段进化形态的幻影皮肤龙香蟹影。最关键的是，测试期间升满级，奖励在公测还能继承哦。还有更重磅的，公测版本首赛季通行证也将完全免费赠送给到各位主光者。我们承诺通行证永久续杯，高级赛程获得的钻石永远覆盖下一期的解锁消耗。打满赛程，满载而归，真正做到不花1分钱，享受一辈子，陪你免费到70岁。玩84的这辈子真的有了，有生活了。确实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给游戏定义的3个关键词分别是真沉浸、真猛攻、真良心，现在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。接下来呢，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从718中测到公测阶段的活动，请小乔来介绍一下吧。首先，所有的游戏创作者都先看过来，我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生态激励计划。接下来，我要用一组震撼的数字点燃这个夏天。远光84将投入2亿生态基金，为广大创作者打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暑期狂欢。这不仅是资金的投入，更是一套完整的收益生态体系，就是希望达人和机构在远光84实现长线的收益。为此，我们准备了完善的激励通道。第一，平台激励。覆盖主流内容平台，从7月到9月，每周都有真金白银的奖励助推。第二，机构共建，我们不设天花板，您带团队冲得越猛，我们匹配的资源就越丰厚。第三，关签计划，对优质潜力达人，我们承诺固定薪资托底，官方运营1对1护航，还有全平台顶级资源加持的专属通道。
除了2亿生态投入之外，今天我还要用4个超字向大家概括总结我们远光84游戏生态的收益规则。在远光84的生态里，我们不讲行业惯例，只讲人无我有，人有我更优。第一个超是超高 CPM， 行业2倍的 CPM 意味着什么？同样的流量，2倍的变现。第二个超是超高分成。机构最高50%分成，这不是文字游戏，而是真金白银的让利。第3个超是超高保底，哪怕您是行业新人，我们也敢承诺最高1万每个月的保底。第4个超是超低限制，没有排进压力，没有复杂规则，您只需要专注一件事，就是做好远光84的内容。这4个超不是空头支票，而是远光84给所有合作者的入场券。从今天起，您赚的每一分钱都会比别人更多、更快、更稳。现在就加入，立刻享受这份超高生态收益，因为在我们远光84这里，来就能赚。哇塞，真是说的我热血沸腾啊，非常的激动，想马上就参与进去。那也能看出官方这次真是下了血本呀。但是你以为2亿的生态激励已经结束了？这其实是刚刚开始。远光84还将发起首个游戏圈舞台——烛光舞台。100万 offer 寻找下一个顶流，远光84将在全网的6大直播平台开启招募活动，开放上千席位，寻找艺人独获100万奖励。那接下来呢，让小乔来继续为大家公布其他的活动规划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宣布，邀请到了明星玩家黄子韬担任烛光主理人，还有2位特别嘉宾。蓝战飞和 Pero 叉滴滴共同见证每一位游戏主播的舞台，期待首个100万 offer 的诞生。在7月18日，也就是中测开启的当天，黄子韬将与蓝战飞组队进行线上表演赛，主播烛光舞台同步正式开启。除了这3位重磅嘉宾以外啊，我们还会邀请各平台的优秀主播作为本次活动的学长学姐，各平台的烛光选手将会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直播，获得流量的扶持。除了烛光舞台 Top 1的选手将独揽100万 offer 之外，Top 20的选手和机构同样可以参与瓜分现金奖励和流量激励。上线单网 Top 20选手认证加码，可以获得官方认证，还能与头部主播同台表演。那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了。怎么样才能参与到本次活动呢？我可以吗？你当然可以了啊！只要你有勇气、有实力、有脑洞，你就能来参加。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是100万富翁了。没错，听到了吗，各位？那这个活动的话，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到我们的官方信息哦。那刚才的活动，大家都跟我一样听得心痒痒了，对不对？那除了直播的形式，你是不是还想以更多的方式参与到远光84的电竞赛事，去别的舞台证明自己的实力呢？别急，现在立刻就向大家分享我们即将开展的全民赛事，请小乔来介绍一下吧。没问题，现在就向大家公布远光84公测后的首个全民赛事——远光杯全民公开赛，1击100万，总奖金100万，全民参与，零门槛。无需报名，只需要在游戏中使用特定模式吃鸡就可以获得积分，还有网吧特权积分和追猎活动积分上 buff。前20名的队伍将前往线下舞台，在绝对公平的环境下角逐冠军和100万奖金。作为开幕呢，我们将在线下举办1击100万的全明星之夜，60位顶级游戏红人将组队厮杀。记得和我们一起见证1击100万首场冠军的诞生吧！关于1击100万的更多信息，请密切关注官方后续的公布。在未来呢，远光84还将建设全面的电竞生态，高校赛、网吧赛、直播平台和品牌合作赛事。这些赛事活动将会给爱远光84的你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证明自己。
另外，我们也在筹备全球性的赛事活动，大家敬请期待哦。那么精彩的赛事少不了专业的设备支持，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合作伙伴 Alienware 外星人对本次赛事的设备支持。极致性能主机和外设让每一次操作都能精准顺滑，助力沉浸战场体验，与 Alienware 外星人一起放肆猛攻。同时，也要特别感谢合作伙伴 TGIF 拓技对本次赛事的设备支持。真正的人体工学设计，助力玩家细节操作，与 TGIF 一起稳控战场。看到这里呢，相信大家和我一样，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测充满期待。随着发布会接近尾声，让我们再一次说出重要信息：7月18日不限号双端中测即将开始，无需激活码即下即玩。我们将在7月16日开启预下载活动，记得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哦。那当然了，在这里我还想给大家争取最后一个福利，因为我看弹幕很多朋友都在问，我们游戏的中测时间是知道了，那公测时间现在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吗？这里呢，我代表项目组给大家一个承诺啊，就是我们一定会在暑期正式公测与大家见面的。如果是暑期的话，我们暑假也没有多少时间了，现在制作组的压力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现在远光84的战场呢，已经准备好迎接每一位烛光者的到来。以上就是本次发布会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7月18日不限号双端中测，让我们不见不散。